感受动画中的细节，享受故事中的人生。猎鬼人，你们好，我是宝干区 UP 主利维坦，感谢你们对我上期鬼灭视频的支持。今天继续安排油锅篇第8话的打戏解析，不过分析打戏的过程中难免会有过度解读，希望大家和谐讨论。战斗前夕，继夫从英柱喘息和逐渐充血的眼睛状态发现毒素已经生效，英柱自己也清楚战况越拖会越不利，不能再等了。有个细节，英柱话还没说完就突然发起了攻击，看舵机惊讶的表情，他都没有反应过来，而继夫则在英柱冲的瞬间就做好了准备。再看英柱他在拉近距离的同时，将左手的刀甩向后方，右手则挥刀攻击，逼迫继夫躲避。这波英柱在欺骗继夫，他在右手挥刀的同时，利用挥刀的惯性带动甩向后方的2刀来砍继夫的脖子，而继夫的反应也很快，迅速后撤避开了这一击。但后撤带来的惯性也让继夫身体微微后仰，难以应对英柱接下来的攻击。然而让继夫没想到的是，英柱在挥刀的瞬间，身体同时旋转，一脚踹飞了他背后的舵机。其实英柱在战斗开始时，他的目标就是舵机。在最初拉近距离时，英柱突然由双手持刀改为了单手，因为单刀挥出时，刀之间的锁链会扩大2刀甩出时的攻击范围，而范围的变大也会让继夫后撤的动作更大，动作越大，惯性就越大，继夫的容错率也就会越低，也就越难顾得上背后的妹妹。英柱的战斗素养让继夫非常惊讶，也正是这波让继夫开始思考和谨慎对待英柱接下来的攻击。此时舵机和继夫同时反攻，英柱则放出炸药来应对。因为英柱刚才的套路，继夫他怕英柱又玩骚操作，他选择了避开圆球，而舵机则太过莽撞，并没有大幅度躲避，而是用腰带轻微避开。然而轻微摩擦却引起了爆炸，爆炸的烟雾又遮住了其他炸药，让舵机来不及反应，被炸了正着。英柱便借着烟雾一刀挥向毫无防备的舵机，成功斩下首级。此时的继夫注意力全在舵机身上，英柱趁机突袭，想依靠强大的握力延长刀刃来一击必杀，但继夫的反应实在太快，他甚至还有功夫夸英柱。攻击失败后，英柱说了一句可惜，继夫瞬间明白面前的人已经察觉到了斩杀他们的关键。此时猪哥、善逸还有炭治郎登场，弱点也被发现，多出的3人也会让战斗的容错率变得更低。继夫的脸色愈发凝重，不过舵机却没有意识到危险，他在哥哥的保护下战斗意识属实薄弱。炭治郎几人的华丽登场也让英柱更加自信，人定胜鬼。看着自信的英柱，炭治郎就好像见到了逝去的岩柱。战斗正式开始，舵机没有忍住，他在继夫思考对策时选择突袭英柱，却反被善意抓住破绽，将这个不确定因素推至空中，远离了主战场，免了他干扰英柱。为了妹妹的安危，继夫只能将一只眼睛分给舵机。善意这波很关键，多线程操作下的继夫对局势的判断相比之前必然会降低。此时炭治郎做好了战斗姿态，准备迎击，然而继夫的速度快到让炭治郎的身体都跟不上大脑。关键时刻，英柱甩飞了炭治郎与继夫对抗。注意英柱在甩飞的瞬间，右手同时挥刀，我认为这是英柱算好了继夫失去左眼，而且注意力又全在炭治郎，所以才用右手从继夫的侧下方攻击，利用他的视野盲区进行突袭。但在英柱挥刀的瞬间，注意继夫左手就已经在后摆准备还击，甚至是先攻了，因为英柱的刀还没有完全挥出，就已经被继夫的左手打断了，真的可怕。先不说单眼不单眼，要知道先攻击的可是英柱随后2人同时挥刀，英柱在右手被防御的同时，用左手直接砍向继夫脖子，这波很厉害，就算攻击被继夫躲过，也可以顺势而下将他的左手砍断。可惜继夫瞬间反应过来，直接抽回左手，使用右手防御。好家伙，仅2秒的画面，2人就进行了数次博弈，真的非常精彩。就在2人纠缠时，舵机的腰带从上方来袭，打乱了英柱的进攻节奏。注意在英柱的攻击被弹开时，原本他准备继续用左手攻击，但腰带突然戳入2人中央，逼迫英柱强行向右移动，浪费了进攻时间。此时更多的腰带也戳入了英柱后方，让英柱进退两难。一旁的炭治郎也很难受3波速度极快的腰带没有给他喘息的时间。这时舵机又在上方攻击善意猪哥的同时，将腰带戳入防下攻击英柱，逼得英柱只能转身移动。继夫便趁机跃起，攻向英柱因转身而暴露的腰子。不过英柱早在旋转时就将双刀环绕自己，避免继夫偷袭。在成功防御后，英柱利用旋转的惯性直接跳袭，砍向继夫的首级，可惜被他弯腰躲开。随后注意英柱的左手，他做好了进攻
攻姿态，但腰带来袭，他没办法，只能后撤。继夫便抓住机会，一刀斩向鹰柱的落脚点，并向正前方释放了血鬼术，让鹰柱无法防御，只能跃起。跃起带来的破绽又让继夫找到机会直接突脸，可鹰柱也不是盖的，右手瞬间松刀，落下的刀挡下了致命一击，给自己争取了落地后的防御时间。可以看到，在这几波交锋中，继夫利用腰带的干扰，成功压制了鹰柱的每一次行动，但鹰柱也依靠绝佳的战斗判断化解了数次危机，两人都非常厉害。随后，鹰柱释放炸药，震开了来袭的腰带，又干扰了继夫的视野。目标的丢失也逼迫继夫先行攻击，而鹰柱早已旋转双刀防御。之后，继夫抬起右手准备继续进攻，但却露出了脖颈的破绽。可惜继夫的反应太快了，他瞬间防御又瞬间反击，这巨大的力直接将鹰柱的武器震得脱手。好在鹰柱反应也够快，右手抓住正飞的刀刃，对着继夫的头又是一击。而继夫在弯腰躲避的同时，再次跃向鹰柱。然而双方都已经领教过跃起带来的破绽，所以鹰柱很清楚继夫这波必然有套路，但鹰柱不得不接呀。在鹰柱砍向继夫的头时，继夫似乎早有准备，瞬间落地避开，然后趁鹰柱挥刀的后摇，立马起身突袭。乖乖，这段说人话就是继夫想用一个破绽逼迫鹰柱露出更大的破绽，从而造成伤害或击杀。不过鹰柱的应对非常完美，注意鹰柱提前就将双刀聚拢，成功防御了继夫对他心脏的一击。随后两人对抗产生的力弹开了继夫，但继夫根本不给鹰柱喘息的机会，直接借力转身，顺势又是一刀。继夫的进攻间隔实在太短，让鹰柱根本无法找到合适的反击机会，渐渐丧失了主动权。不断的防御也耗费了他大量的体力，而且空间太过狭小，受伤在所难免。为了脱离继夫的攻击节奏，鹰柱开始缓慢后撤。然而继夫明显察觉到了鹰柱的想法，他要断掉鹰柱的后路。注意，继夫开始在攻击中穿插血刃，第一刃虽然被鹰柱打断，但在鹰柱跃起时，继夫又释放了第二刃。也正是这第二刃让鹰柱无路可逃，还好关键时刻炭治郎帮鹰柱弹开了血刃，否则战斗就要在这刻结束了。也正是炭治郎的关键防御，让鹰柱喘息片刻，找回了攻击节奏，开始反攻。不过他看似在进攻，实际主要是想将继夫逼出房屋。上方舵姬在攻击善逸和朱哥，有个明显的小细节，注意血刃并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这就和舵姬刚才同时攻击上下一样，血刃是在继夫攻击鹰柱后继续向上穿过了房顶，从而攻击了善逸和朱哥。之后的血刃也是一样，都是继夫从下面丢上来的，他这一心二用啊，是真的厉害。在朱哥和善逸寻找攻击机会时，腰带越过二人冲向了鹰柱，关键时刻又是炭治郎帮他挡下了攻击。炭治郎在重伤状态下找准时机切入战场，这不单是勇敢，也代表他对局势的判断和找机会的能力。不过双方交战的越久，让另一方就越弱势，此时必须得有人来破局。为了找到机会，鹰柱继续冲锋，在攻击被继夫挡下后，鹰柱瞬间松开左手的二刀，依靠惯性旋转双刀攻向继夫头部，可惜被继夫防御，而且震开武器的惯性又让鹰柱的身体后仰，继夫趁机一刀砍向鹰柱胸口，在被挡下后，左手还顺势下劈，再次砍向了鹰柱头部。也正是这一击，让本就后仰的鹰柱难以站稳，向左倾斜，露出了破绽。继夫看到破绽后，准备后撤再前冲，来一波加速攻击秒杀鹰柱，但被鹰柱预判。鹰柱在继夫后撤的同时，双手聚拢在胸前，在继夫攻击的那一刹那直接起身，不仅成功防御，还利用这股冲击力顺势后撤，与继夫拉开了距离，真的牛逼。制作组没有因为对拼的速度过快就忽略了战斗的章法，即便是几秒钟的对抗，也极为讲究战斗逻辑，这个真心要给好评啊。随后鹰柱抓住老婆给的机会，一刀劈断了继夫的双腿。有一个细节，鹰柱在劈腿后震开了身上的苦污，并将其中一柄插入了继夫的脖子，短暂的限制了继夫。OK， 这集里鹰柱和继夫为我们呈现了非常精彩的战斗。对抗途中，双方只要有一次失误，就瞬间领盒饭了。继夫也确实强，为了保护妹妹，不惜多线程操作。如果不是怕舵姬受到伤害，这场战斗恐怕也会更难打。而鹰柱的战斗素养也在这集有了完美呈现。当然，两人真正的战斗还在第10话，最终战斗我也做了解析，新来的猎鬼人可以去查探一番。下期或许会安排岩柱 VS 上弦3。当然，在第9话中，炭治郎、朱哥、善逸3人组的配合也非常值得说到。如果大家想看的话，别忘记点赞、投币、收藏、分享，或长按点赞一键3连。想看更多解析，也请点个关注。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是坦哥，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。